魏冕其实还是有点怨温情的，明明只有30%的成功率，为何一定要去做呢？如果魏婴死在剖丹过程，魏冕想自己怕是会屠尽这天下人。然自打魏婴被逼上乱葬岗，温氏一脉是魏婴如家人，温情更是时常监督魏婴吃药，用心治疗魏婴那伤痕累累的身体。这也是魏冕不愿在魏贤面前说的原因。魏贤性子有时比较暴，难保迁怒。罢了，温情、温宁不管如何，终究救了阿英的命。魏冕几个飞身间来到金陵台广场。什么人？金家的侍卫看着墙围上一个黑衣白发老头站着，大声喊道。不一会，金家来了一队人，纷纷围住那老头。金光瑶听到消息，也立刻赶了过来。金光瑶一看是不夜天的老人家，暗道不好，怕是要闹事。金光瑶依着礼给魏冕拜了拜，笑着说道：“魏老前辈，您这是？”魏冕打量了一下来人，比阿英矮，面容清秀，比阿英差点，笑得挺假，没阿英自然。魏冕随即说道：“我来看看这将人挫骨扬灰的金家长什么样。”金光瑶顿了一下，思量间笑容不改：“前辈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金陵台。”魏冕大笑道：“介绍有点意思，你倒是不怕我平了这金陵台？”前辈谬赞了。金光瑶不卑不亢地说道。魏冕凝聚灵力朝广场中央挥去，砰！广场上的石狮子瞬间爆了，烟雾过后，于金陵台正中央一个残破的灵魂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温狗、温情，魏冕很是淡定地从怀里取出锁灵带，将那浑噩的灵魂引进锁灵带。一旁的人彼此看了看，还是决定听从敛方尊安排。金光瑶看着老爷子的行为，竟笑不语，仿佛早已料到一般。魏冕看着墙围下的金家人，不急不缓地说道：“老夫此次是为温家姐弟而来，金小友，麻烦转告金宗主，若是今日亥时前没见着人，不，没见着鬼将军，老夫不介意花点力气平了这金陵台。”用最淡然的口气说着最嚣张的话，一时间围在墙围的人议论纷纷。金光瑶结合不夜天老爷子的表现，想到这老爷子怕是知晓前因后果了，先来讨部分债了，晚辈必会原话转达。好说。魏冕说完便下了墙围，慢悠悠地往不夜天走去，嘴里还哼着小调，就是一活生生退休老大爷在散步逛街。烹上好的玉杯狠狠地砸在了金光瑶的额头上，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，苍白的脸色和鲜红的血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金光瑶垂下眼帘，嘴角却依旧挂着笑。笑，你把金陵台当什么？是妓院吗？金光善发泄过后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看着跪在地上的金光瑶说道：“阿瑶，为父刚才激动了。”父亲，阿瑶没关系的。金光善长叹了一口气，半真半假的说道：“阿瑶，为父只是觉得你的性子太过软弱了，念一个世家，那老头再厉害也不敢乱来。”父亲忘了不夜天吗？金光瑶提醒道。金光善眉头一皱，想起不夜天那老头强大的灵压，身上的肉下一时颤了颤。虽不灭了家族，但金家也有可能受到重创。可一旦鬼将军送回不夜天，金家势必会被百家所针对，进退两难啊。金光瑶似乎考虑到了金光善的顾虑，金光瑶可不愿一个重创的金家交到自己手里，仙门百家不过是一堆纸老虎，有何可惧？金光瑶心想，二哥那里需要走一趟了，还是得去解释一下的。几个呼吸间，金光瑶便想好对策。金光瑶便不再有任何心理负担，向金光善说道：“父亲，仙门百家的针对不会伤及金家根本。鬼将军本身就是夷陵老祖制造出来的大武器，刀枪不入，不老不死，金家难以将其挫骨扬灰。为了不助长歪风邪气，迫不得已将消息封闭。”金光善眯起眼睛看着跪在地上的金光瑶，这个便宜儿子的手段挺厉害的。三言两语就将金家置于道德高点，颇有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不过也得防一手。金光善想到那批说两句好听的话就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家主，金光瑶又和聂氏、兰氏交好，由他出面斡旋一二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只是这刚到手的鬼将军啊，心痛。阿瑶，具体你安排吧。修仙界一片哗然，被挫骨扬灰的温情被魏无羡的爷爷给带走了，而本应挫骨扬灰的温宁却送到了不夜天。
金光善这个老匹夫，聂明觉听着手下传来的消息，压根不信金光善那一套说辞，大声骂道，手上的霸刀也隐隐约约带上了煞气，传令下去，清河一带不准兰陵金氏入内。